借你点灵力用。一仙九弟，你违逆天规，私将仙露至北冥草药成精，是为何故？只为救我心爱之人的性命。你可知仙不能有情？若仙不能有情，我愿永世为人。恍如梦人去胡纵，深情太沉重，谁又能读懂？我不敢跨越这红尘九龙，可谁又能逃过宿命不轮回风？他体内有魅主残魂，即使你是一仙，降下这回生仙露，也救不回他。爱上他，你可后悔？绝不。好，你既不悔，本尊便将你变为凡人，除尽精怪。否则，你将会形神俱灭，万劫不复。自天降仙露以来，草药精怪现世。相传，每逢月圆之夜，便有精怪吸人灵气，害人性命。为此，朝廷特颁布藏药令，设立上清司，以抓捕精怪。大人，那精怪向林中逃去了。恭喜九明大人，终于将这害人性命的精怪抓获了。九明大人，山间危险，您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啊！摘下面具，我便是郎中阿九，不必唤我大人。剧毒乌头，中了我乌头的毒，竟然还能动弹得了？我不杀你，只不过这山间待久了呢，就需要点男人的灵气来滋补一下。他一介凡人，怎么能破了我们草药寨的结界？我盘兰根在这草药寨里修炼了100年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灵芝姐姐一样去人间看看？哎呀！刚刚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
还是个男的。若是我与他结成灵配，那不就可以让他带我去人间了？这人怎么不见了？小破草，鬼鬼祟祟的，干嘛呢？板蓝根，好不容易捡个男人，可不能让他抢走。原来他也是精怪。我且问你，你有看到一男子掉下来吗？什么男子啊？我没看到。哎，你去那个林子里看看吧。你当我瞎呀？老无头，干什么呢？你个六根不全的残草，也敢跟我抢男人？你什么你的男人啊？怎么他头上写你名字啦？再说了，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不自量力！好你个小破草！灵力不足。借你点灵力一用。好你个小破草，你竟敢擅自跟别人结为灵配！谢谢啊，老无头，这人间男子的味道，真美味。找打是吧？我击中了乌头的毒物，又未将秦王所带在身边，不如静观其变，看他俩要耍什么花招。这真带劲儿。板蓝根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回去禀报申长老，说你擅结灵配。至于你，你等我啊！以结灵配，你赶紧让他带我下山才行。啊，头好晕啊，头好晕啊！那个，你我已结灵配，我命令你，赶紧带我下山。啊，头晕。既然你自投罗网，我便将你带回赏清寺。九弟，前世孽缘未尽，已经又遇到了呢。我们家九神医啊，是不是风度翩翩、气宇昂昂？是，哎，是吧？这北面的那个姑娘，不比我们家九神医迷得5迷3道了呀？但是啊，我们家九神医志不在此，人家志在于挂符济世，压根就不近女才。九神医来了，九神医！哎，掌柜的！哎，掌柜的！哎，你们退后，退后！哎，在外面等啊！看你还能装多久？掌柜的！掌柜的！哎，你是哪个哟？我方才坠崖，坠是他救了我。坠崖？嗯。啊，你没得事吗？你没得事吗？哎，老白，啊，我没事。那我给那位姑娘熬点鸡汤补补。哎，不用，马上老白就来哈。不用。糟了，初来人间人心不稳，忘记这事儿了。戌时一更，月黑风高，小心精怪。这精怪向来诡计多端，
先前他与我所言，究竟是何意？你我已结灵配，我命令你，赶紧带我下山。还是先将他送去上清寺，日后再慢慢审问也不迟。斋郎中，三年也好，的眷恋，有你的浪漫瞬间，彼此心里面，离开一层层残缺的楼阁。小小精怪，竟敢在我百草堂撒野！什么小小精怪？本姑娘有名有姓，姓小名兰，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板蓝根精怪。今日呢，幸得你相助，正式出山啦！胆大包天，现在就送你去上清寺。定。好你个小小的呆郎中，还想把我送去上清寺？本姑娘今日刚来到人间，灵气还不够稳呢，还需要你再资助几日。等吧，你个精怪，对我用了什么花招？好你个呆郎中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和我呢已经结成灵配了，我是你的灵主，你是我的灵仆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，懂了吗？小小精怪，满嘴胡言乱语。怎么胡言乱语了？那你看看这个，这是灵仆的印记，做好你灵仆的工作，直到我修为人形，自然会和你解除关系，放你离开的。哎呀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上我的床？不就是个呆郎中吗？难不成还能吃了我？动吧。我若是真能呢？那你就试试看喽。大力一点，再往上一点。再往上一点。既然他清醒时我不能反抗，那今夜先委曲求全，待明早他尚未睡醒，就派上清寺人马把他抓走。别想了，我呀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咱俩呢现在就是灵配关系，现在呢就是同死同伤。我若是有半点闪失，你呀也一样。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妖术？不信你自己试试看吧。果然是诡计多端，满嘴谎言。我说的是，我若有半点闪失，你也一样。你自己受伤，关我什么事？怎么样？没骗你吧？你呀，就过来乖乖的躺好，等我吸足了灵气，自然就放你离开了。乖啦，听话。这小兰果真跟着凡间的野男人私跑出了结界。说话！是，他们还结为了灵配，那以后就是同死同伤之命，言听计从之令。属下实在担心，这男子以凡人之躯就能进入结界，
这身份怕是不简单呢。这小兰生性贪玩，北冥国有到处都是上清司的人马，怕是会有危险呐。无头，是，你这就带人把小兰找回来，切记要小心行事。是。方才梦中的场景，定是这精怪作怪，现在正是下手的时机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门口的病人都排到城门口了，你快点起床噻！谁啊？一大早吵知道了的，谁呀？吵死了！你房间里面有人呢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是昨天那个姑娘吗？没有人，怎么会有人呢？里面没人的话，我就进来了哟。没事，等一下，我进来了。掌柜的，有姑娘嗦。你找啥子？各位早上好哈！九神一今天限号，仅限10位，先到先得。哎呀，好啊，你今天就是你是吧？嗯，就是你是不是？臭鸡，坏鸡！掌柜的，切记，螃蟹和柿子不能同时啊！这小精怪出来人间到处闯祸，还是得把他看紧才行。救神医，我的胸口好慌，你帮我看看。想不到你个呆郎中魅力还不小，引得这么多女子投怀送抱。休要胡言乱语。救神医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哦，商务造，我们还是先诊脉吧。既然如今我与他同死同伤，就无法直接送他去上清寺。救神医，我怎么了？而且他一旦被抓，定也会伤及我的性命。不行。救神医，我怎么了？还有的治吗？无妨，只是偶感风寒，吃副汤药就好了。区区一株板蓝根，微不足道，随处可见。救神医就这么喜欢？哎，小心！让你想瞧！疼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这是我给你开的药方，
你就按照上面所写，每日服用就好了。谢谢九神医。板蓝根这个小破草，如今不化人形，竟能施展法术，定是因为吸了那个郎中的灵气。不行，老娘要把这个男人抢过来！哦吼！你干嘛？你给我定住！大郎中，你可不许乱动啊！这可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药浴，能够强身健体、疏通经络，最重要的是帮你把灵气补回来。歪门邪道！是真的，我自小呢就六根不全，为了能修成人形，可是研究了好多补身体的方子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泡了这个，你身体肯定好。来，枸杞补肾，黄芪补气，最重要的是加上这个上好的党参补血，都加上。这熬汤的方法拿来泡澡有何用？哎呀，你别着急嘛，还有最后一味药引没放呢。干什么？跟你一块儿泡呀。我板蓝根修行100年，那可是上好的这个药材，再加上这几味，一定把你泡的白白胖胖的，相信我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要跟我客气！别过来！我让你别过来！九明大人，九明大人，这是谁啊？别乱说话！九明大人！哎呀，救命啊，大人！我家老母今天突发重病，昏迷不醒，我这心里头，我真不知道该咋办了。啊，你快救救他吧，求求您了！我求求您了，求求他吧，这样吧，求求您了！你先去门外等我，我一会儿过来。谢谢九神医，谢谢九神医。我好像有正事要办。那动吧。你放心，今天不管多晚，我都一定会把你老母的病给治好。我不是说过了，不要来百草堂找我，为何还来？大人恕罪，主要是上清司出了大案，叶亲王命属下立刻带您前去，所以……什么大案？灵芝逃了。九明大人，叶亲王，属下来迟。不愧是九明大人，九明大人好身手啊！叶亲王，好剑法。九明大人天赋异禀，武功高深莫测，在我北冥抓捕精怪可谓是第一好手啊！幸得叶亲王赏识，属下才能进入上清司，为民除害。我对你讲过，本人不在时，你我兄弟相称，不必拘礼。言归正传啊，自我上清司成立以来，可从未有精怪能逃出这藏药箱。此事你怎么看？这精怪一旦进入藏药箱，便没有办法化成人形，更别说施展法术。如此看来，定是有人在外配合。不过这灵芝身负重伤，走不了太远，属下会尽快将其捉捕归案。好。
最好是将其同伙一并拿下。就是得有劳兄弟再出手一趟了。啊？那你看看这个，这是灵仆的印记。是。这精怪啊，在我北冥时愈发的无法无天。定，给我定住！你呀，就过来乖乖的躺好，等我吸足了灵气，自然就放你离开了。乖啦，听话啦。这如此下去，便会祸害男子，为非作歹，欺人太甚。救命！你这是怎么了？身子没事吧？啊，无事。许是近来过于劳累，肝火伤逆。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上清司，怎么管得过来那么多的精怪？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对了，这残药香可否借我一用？趁着板蓝根现在睡得正熟，用秦王锁将他牢牢捆住，他便再不能施展法术。待他变回原形，就将其锁进藏药箱。大郎中，你乖乖的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今天我定要把你这个小妖精解决。不好！大郎中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想，你是不是饿了？前世看风为蝶飞过你眉峰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如今之计，得尽快想办法解开这灵配关系才好。其一，灵仆身病；其二，灵主自愿解除，否则无他法。哎，掌柜的，这不是你经常拿的板蓝根吗？这是……你先把它放回去，别让它过来。哦。你慢点噻，在那儿。救神医，求你救救我家娘子吧！她……大郎中，带我去。老白看店。自我上清司成立以来，可从未有精怪能逃出这藏药箱。大人，小女一心向善，从未害人性命。灵芝姐姐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灵芝精怪。自我上清司成立以来，可从未有精怪能逃出这藏药箱。如此看来，定是有人在外配合。灵儿，我已经将大名鼎鼎的酒神医请了过来，应该是他潜入上清司，他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我的医术只医人，不医精怪。
救神医，救神医，我没想到你也是心存偏见、狭隘之人。我知道，百姓都对精怪避之不及，唯恐被害之性命。可我与灵儿夫妻多年，她心地善良，从未做过任何的坏事。当初若不是因为遇到我而留在北冥国，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。可没想到，他在出去采药的时候被上清司抓了。我偷偷潜入进去救他，没想到竟意外受伤。人来人往，是寻常。聚散无常。他这次的病，也是因为拼命为我疗伤所致。灵儿，精怪也有善恶之分，您既医者仁心，怎能见死不救？你走进去看看，说不定我有办法。我命令你走过去。你给他把脉，我且看看。他这是元气大伤，心脉耗尽所致。若是继续这样，只会慢慢枯萎，化为原形。除非用灵佩的血来滋养他的根部，方可痊愈。你与他可为灵配？我与他曾为灵配，可他为了不伤及我的性命，与我解除了灵配关系。无妨，只要灵芝体内有他的灵气即可。药方已开，是否照办？你自己定夺。灵芝姐姐和那位叫梦之的书生感情真好，一个拼死疗伤，一个献血救人。我什么时候才能遇上这样的好男人啊？献血救命这事，恐怕没这么容易。什么意思啊？人血甚是珍贵，稍有差池就会危及性命。那精怪如今命不久矣，书生又岂会轻易冒险？你是说那书生会放弃灵芝姐姐？
灵芝姐姐，有我在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人血珍贵，我们精怪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他既然自愿与你结为灵配，那就是心甘情愿为你所用。你不要再劝我了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你。他们果然要一起行动。这是九明大人的信号，已寻得灵芝精怪踪迹，立刻出兵。是。2次信号，难道发现了2只精怪？不好！大胆精怪，岂能容你在北冥为非作歹，草菅人命？绝不能让灵芝姐姐被抓。我们与上清寺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？既是精怪害人性命，我们上清寺当然要管。谁说精怪害人性命？倒是你，黑白不分，滥抓无辜。让我看看你这面具下是什么险恶之人！我不敢困于这浑身水风身后，我需绕过半世如行逆风。便是看风为地，飞过你眉峰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放箭！宁可误杀，也不能放走精怪。我家灵儿从未害人，你们为何总是不放过她？宁可误杀，也不能放走精怪。我家灵儿从未害过人，你们为何总是不放过她？从未害人，那你身上的血渍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自愿献的血。灵儿重病不起，唯有这样才能救她性命。她从未害过我，反倒是屡屡救我的性命。就连那素不相识的精怪，也愿意为我施法疗伤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你。那呆郎中说那梦之可能会危及性命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你就在这里好好的安心治病，相信我，我会为他施法疗伤，确保他一定无事的。他们真的不是坏人。他们看来果然不止一个精怪，把他抓回去，严加拷问。慢着！我不敢困于这红尘囚笼，身后落雪绕过半世如今无你。我跟你们走。灵儿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寒窗苦读10年，如今终于出世，不可为了我误了前程。灵儿，梦之，松手！大人，他只是一介文弱书生，被我迷了心智，方才只是胡言乱语罢了。望大人能既往不咎，放他一马。小女灵芝愿用我自己换他前程。带他走。你们谁敢过来？谁都不许碰他！放箭！
我不敢恨遇见红尘九龙，可谁又能逃过宿命不论为附庸？若是故地重逢，不为谁动容，只借一剑东风揽入怀中。我不敢困遇见红尘九龙，身后落雪绕过半生。你骗了我，你根本没有与我，你根本没有与我重结灵配。对不起，太危险了，我不愿意让你受伤。灵儿，把灵芝精怪带回上清寺，叶亲王看了一定重重有赏。你们谁都带不走他！你小子不识好歹，勾结精怪，还敢反抗！不过平生一场梦。九明大人，我们上清寺只抓精怪，不动百姓。是。大人，您这伤势……把灵芝带走。没想到上清寺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。糟了，大郎中的，大郎中，大郎中，你人呢？你去哪里了？大郎中！就连那素不相识的精怪也愿意为我施法疗伤。大郎中，我们与上清寺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？小兰，你没事吧？四海八荒，人来人往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本想着去帮灵芝姐姐，没想到遇到了上清寺，结果我受伤了，还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本以为灵芝一定会杀了那个书生续命，谁知不怪你，凡人对我们精怪早有偏见。上清寺更是宣称要斩尽天下精怪。灵芝姐姐，她要是被抓了，不行，我要去救她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刚才在街上碰见灵芝夫妇了，灵芝的气色已经好了不少。真的吗？灵芝姐姐她逃出来了。
你没骗我。你在身旁，可有我？若人间这灵芝精怪，可否交由我来审问？你一向只管抓不问事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那日北冥山抓捕之时，我就曾生疑，灵芝为畏光怕热之物，向来不见烛火，可是发生凶案的民宅却灯火通明，想来实在蹊跷。我上清司向来只管抓捕精怪，这查办案件则是要递交大理寺审理。这样吧，你所说一事，我会向负责此案的朱少卿说明，争取查个水落石出。啊，据附近的百姓说，那日夜里还听到了小女孩的哭声，可是案发之后，却不见踪影。若是我们能先找到，不在其位不谋其职，查办案件并非你我之责。救命！你以前可不是个好事的人啊。是，想必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哎，你这伤是怎么回事啊？小伤而已，休养几日便好了。我听韩烨说，今夜你一共降起了2次鸣笛，难道有漏网之鱼？并无。你可知为什么一株小小的灵芝，竟然能逃出我守卫森严的上清司吗？是我让韩烨故意松懈守卫为之。我本想顺藤摸瓜，找到传说中的草药寨，再将那些精怪一网打尽。可没成想，来救人的竟然是个文弱书生。可惜啦。我知道，你并非凶手。今日放你离开，此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。老夫炼丹30余年，是不是草药精怪，我一闻便知。这分明就是一枚普通灵芝，与先前所捕的灵芝精怪毫无关系。哼，依老夫看，这分明是你守卫不力，才被人用狸猫换了太子。竟敢说我守卫不力！够了！你灵芝一事不要声张，近几日加强巡逻，由1日3巡改为1日5巡。一旦发现精怪，无论罪否，即刻逮捕。哎，你的号。好。哎，你稍等一下哈。谢谢。酒神医在吗？掌柜的，有人找你。别急。酒神医，我们就要搬离北冥了。临行前，莲儿想亲自与您道谢。酒神医，多谢你，愿意不计一族之别，为我看诊，还为我夫君梦之诊治伤口。区区小事而已，不足挂齿。要谢，也该谢他才是。灵芝姐姐，你这气色看起来好多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小兰，我们已经决定要搬离北冥了，所以在临行前特意来嘱咐你几句。北冥国危险丛生，四处都有上清司的人马，你又还人行不稳，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谨慎才行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我不想你们走。
我问你，你与那九神医结为灵配几日了？半月有余了。不过我修行尚浅，估计成人还得需要些时日。啊，灵芝姐姐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可以把你百年修行的灵力给我呢？我已经决定要和梦之一起过凡人的生活了。这灵力我留着也是无用处，况且你和九神医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这就当是我的回报吧。这么一来，你的人形便可稳固了，上清司也不会轻易追查到你，我也能安心一些。听话，听话。谢过九神医，我和灵儿多亏有你们，才能保住性命。你技艺中举，如今放弃这大好的前程，心可有不甘？九神医说笑了，灵儿对我而言，胜过一切。大郎中，快扶我下来。九弟，你终归还是动心了。四海八荒，人来人往。你们几个，我问问你们啊，大郎中平日有没有跟你们提起过我啊？有呀，有呀，你听电话呢，他就是喜欢你，就是你的何总来了。阿九，阿九，你们这时即使相遇，也注定无法相守，不要一错再错了。阿九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小兰呀，日日在你手心上的那株板蓝根。阿九，怎么了？阿九，阿九，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阿九，怎么样？到底诊出什么问题没有？那脉象虚浮无力，应该是……哎，应该什么问题？你快说呀！气血不足。你看九神医的脸色白皙，嘴唇也不够红润，一定是耗损太多的精元，才导致头晕发昏。完了，会不会是我夜夜吸食着呆郎中的灵气，再加上他昨夜又被我连累受伤所致？那应该怎么办呀？问题不大，我去厨房熬点鸡汤，加点红枣枸杞，补补就回来了。好好好，那你快去！哎呀，快去啊！哎，把那株人参也给我放上啊！
知道啦。原来都是酒神因为别人医治，现在终于也有人为他担心了。嘿，呆郎中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再也不吸食你的灵气了。我现在已经成人了，你可一定要好起来，呆郎中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小兰！你怎么了？谁啊？谁躲在那？你给我出来！你再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我去看看啊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谁在那儿？你快出来！谁在那里？怎么啦？你快！我刚想进厨房生火炖汤，就有人拿着菜刀躲到后面去了。你看，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谁躲在那儿？去看看呀！我不去，我这小身板扛不住菜刀噻。你去看。还不给我出来！怎么是个小孩啊？嘿，你是哪个家的小孩？哎，不是，哎，你爹娘呢？别抢了，老白，别抢了！呆郎中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没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臭小子在厨房偷东西，被我抓个正着。这哪是小子，这分明是姑娘啊！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可怜孩子，你看看，都脏成什么样了。老白，烧点热水给他洗洗。哦。哦，对了。哎，对了，老白啊，那个鸡汤也多炖一点，米饭也多来点啊。哦。看他这样子，一定是饿了很久了吧？小兰姐姐，我害怕，你们陪我一起睡。太郎中，太郎中，太郎中，我饿了。我记得厨房里老白应该剩了些鸡汤，你快去喝了吧。啊。我是说，我饿了。我不管。快点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这不是小孩子能看的事情，快睡觉吧。你怎么跑到外面来坐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刚刚吃饭的时候看你心不在焉的。没有。你骗人！我每天都跟你待在一起，你开不开心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就是见到宁儿，有些感慨。她自幼孤苦无依，现在又流落在外，以后的路
肯定不好走。你可能不知道，父母亲人对我们来说，就是世上最珍贵的人。那阿九，你的父母呢？我怎么好像没有听你提起过？我自幼无父无母，于9月初9，在襁褓中被山间的老妇收养。我的养母在我年少的时候就身患重病，于是我只能自学医术。不过最后还是无力回天。那你一定很孤单吧？我们精怪虽然没有父母，但我自幼6根不全，眼耳鼻身心意，偏偏缺了身。眼看着我的族人一个个都修成人形下山去了，唯独留我一根草，孤孤单单的。不过啊，还好遇到了你。阿九，亲人就是亲近之人啊，那我们现在也算是亲人啦。我要像你一样研习医术，治病救人。有我在，你永远都不会孤单了。当清风吹散了云烟，遇见诗样的画面，是你走进双眼。傍晚，两个影子倒映在湖面，云飘过山水间，陪岁月缓缓。下雪了，有你的故事走一圈，连起我当初了好美啊！你还饿吗？悬梁悲歌有你的浪漫瞬间，看一圈圈的涟漪会游荡进彼此心里面，推开一层层缱绻，灰色月色绵绵，叫你我的心愿，愿在这里走过那悠悠人间，被点点的思念牵我们走到彼此身边。此精怪法力之高强，真是闻所未闻。他一人之精魄，可抵得天下精怪。莲花精怪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救命！让开！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天助我也。阿九，你当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慢慢吃，多吃一点啊。还有这个鸡汤来喽，给我吧。那么喜欢小孩，你让我生一个噻。来，把这鸡汤喝了。宁儿，你怎么一个人来到北冥了？自从去年阿爹死了，阿娘改嫁，我就总吃不饱饭，所以来投靠奶奶。我好不容易翻过了北冥山，有一对特别好的夫妻收留了我几日。可是中秋节那天晚上，他们却被人杀了。中秋？你说的可是北冥山脚的李氏夫妇？他们对我可好了，给我饭吃，还做月饼给我吃。就在我们吃月饼的时候，外面有人敲门，李大哥出去开门，然后突然就被……宁儿，你可记得来者的面貌？没有，但我记得那人穿着官府的衣服，还拿着令牌说要搜查什么的。可是天太黑了，我没看清他的脸。官府？我那时候太害怕了，就躲了起来。
官府的衣服，还有令牌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你认识的人吗？是最近坊间流传的甚广，所以我就好奇了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妮儿，明天我们一起陪你去找奶奶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再喝点。放肆！你是说月圆之夜的凶手不是精怪？你有何证据啊？属下已找到了案发当日的小女孩，她目睹了全程，可以证明来者并非精怪。查案也好，证据也罢，这都并非你我之责。我上清司的使命是斩尽天下精怪，而非查案追凶。可冤案不平，真凶在逃，我们却还在继续抓捕精怪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既为精怪，何来无辜？九明，我许你在我面前放肆。可若是你继续僭越职权，私自查案，到时候惹恼了大理寺，就连我也很难护得住你啊！殿下，属下这就去搜查李氏一家。这件事不用你亲自去，派人去盯着就行了。眼下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即刻搜捕全城，务必抓回灵芝。是。把宁儿送回奶奶那儿去了，这下终于能放心了。不过宁儿说的对，这集市还真热闹。小兰，我们还是尽快回百草堂吧。好嘞。急什么呀？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再玩会儿。哎，这是好香呀！老板，这怎么卖呀？这个6文钱一两。上清司搜捕精怪，闲杂人等，速速走开！不好，是上清泉。这呆郎中竟然冒险在上清司面前救我。因为灵芝一事，上清司巡逻日益严格，看来不能让小兰再在北冥待下去了。哎，客官，您这是干嘛呀？不好意思，老板，这些香料多少钱？我原价照赔。你看这些够不够？好吧，好吧，快走。哇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？这么多好吃的。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只是你难得来人间一趟，不得尝尝人间的美味啊！快尝尝。这些都是老白的拿手菜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。好吃。这呆郎中想不到还挺会体贴人的。这个先给你。还要送我礼物？
天哪，难道他这么快就要向我表白了吗？人家还没准备好呢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为你提前准备的，一切路上可能用到的衣物和盘缠。今天天色已经很晚了，你一会儿吃完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就离开。离开？去哪儿啊？离开北冥，回草药寨。我都成人了，为什么要回草药寨？你既已成人，便不需要我了。你若留在这儿，一旦有人发现你是精怪，举报上清寺，你便会有危险的。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你我恩怨两清，我赖在你百草堂就是给你添麻烦，耽误你做生意了是吧？不是的，呆郎中，我你我就此别过，江湖不再见。哼，3、2、1。小兰，等一下。呆郎中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怎么啦？后悔啦？你的行李，自己留着吧。笨郎中、蠢郎中、傻郎中，本来以为你个呆郎中人还不错，没想到是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。早知道让你在清水潭一直泡着好，让那个老巫婆把你抓着吃了，气死！小兰，小兰，糟了，现在正是上清寺巡逻的时间，他该不会……寒夜，九明大人，今日是否有抓到精怪？没有，今日未。我知道了。这九明匆匆忙忙的所谓何事啊？属下也不知，他询问是否有精怪被抓捕后，就匆匆离去了。灵芝被捕那一夜，九明动没动过藏药箱？那夜殿下走后，他曾回过藏药阁。什么人？九明大人，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？赏银忘拿了。属下记得他似乎在藏药阁待了许久。派人盯着百草堂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即刻上报给我。是，属下这就安排。什么人呢？快把我放出来！哎，好你个老巫头！快把我松开！住口！乌头就算了，还老乌头，你礼貌吗你？小破草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跟那个野男人私逃出结界的事情，申长老已经知道了。我可是奉命将你拿回来的。野男人，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我把那呆郎中给抢走了，想报复我。我一会儿就告诉长老听。呜呼，那太好了，你赶紧去告诉他。正好这申长老呢，也有一桩美事要告诉你。
什么没事啊？你既已成人多日，按照规矩来说呢，也该婚配了。我跟申长老商议过了，将你许配给黄芪，即刻成婚。鼓掌！黄芪，兰，长老，板蓝根我已寻回，另外我还在北冥山布了线索，那个郎中看到后，定会寻到我们草药寨来的。好，既然他能够破了结界，那就让我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事。是。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小兰，我在这儿。九神医，你终于来了。小兰，我来救你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怎么了？幸好你及时来救我了，因为我想嫁的人只有你。疼死我了！不疼，假的。你弄疼人家了。你不是小兰。不是又如何？他板蓝根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你。你把小兰怎么样了？按照我们草药寨的规矩，她将于今日正午之时嫁给黄芪，现在已日上3竿。你若是想抢亲的话，怕是来不及了。九神医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长老，我不要跟他结婚，我不喜欢黄芪。哎呀，你看他那样，我不喜欢他。小兰，不要再闹了，你自幼6根不全，不可离开结界呀。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在这儿，我要跟灵芝姐姐一样。住口！来人，把他的嘴堵上。小兰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你终于嫁给了我，兰。我也爱你。我也同意。好，吉时已到，黄芪、板蓝根，你们自幼相伴，共沐天露天光。我今日便做主，为你们赐婚。九神医，这个小兰与黄芪一旦礼成，你们的灵配关系自然会解除。到时候呢，你从了我，岂不两全其美？你若愿意呢，我帮你此生荣华富贵，好不好？还请姑娘自重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救神医，救神医，你回来！你回，臭男人！阿九。
大郎中，你没事吧？谁呀？小兰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这是有人要抢婚呢！抢婚的吧？是啊，还得了？真是太不像话了！这让我们草药寨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成何体统？来我这干什么？哎呦！退后，快退后！长老，长老，怎么会？大人在上，小生失礼了。长老，大人。九弟，情劫难渡，玉壶只能帮你至此。长老先前为何行此大礼？恕小生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大人，还望大人恕罪。这戴郎中竟然是个大人物，我还在他面前卖弄法力，岂不是被笑掉大牙了？小生与大人虽素不相识，但方才已看出来，您资质不凡，并非凡人之躯呀。只是今日之事，还望您能放过草药寨。长老放心，我此次贸然前来，其实只为一事。你干啥呢？有事一会儿再说。你在干啥呢，娘子？什么娘子啊？黄芪，叫谁娘子呢？咱俩已经礼成了，你看，现在太阳这么好，咱俩去把洞房入什么洞房呀？啊，自己带上。刚刚长老话说一半就被打断了，自然不算礼成。我宣布，你我婚事作废。趁你这身喜服没脱，赶紧炼一寻粮草，说不定这洞房还能用上呢。啊！哎，小兰，你进来。哎，小兰，你既已修成人形，为何还不解除与这位大人的灵配，而拖延至今呢？长老，我唯有与小兰同死同伤，在山下才能护她平安。如今她既已归寨，我便可放心了。小兰，昨夜是我不对，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。只是北冥城的确凶险，你还是留在寨中比较安全。大郎中，那夜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要做彼此的亲人，一起研习医术，治病救人。你怎么现在就反悔了？小兰，你身为一株六根不全的板蓝根，修炼100年不得长进，再错过与黄芪的婚约，此生便再无修仙的机会了呀！我压根就不想修仙。若不得自由，不能爱人，那做神仙又有什么意思呀？而且我现在已经成人了，我呀要做的是小兰。晚风吹拂花枝微动，庭中月色几分朦胧。当年那一眼心动，孩子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昨夜星辰落入眸中，此刻只能回忆。多年前，茯苓在山里和一位公子一见钟情，便和他一起到人间结婚生子。岂料后来，这位公子为了自保，供出了茯苓。茯苓即便后来从上清寺逃了出来，他也失去了仙根，成了如今这种疯癫的模样。孩子，你真的还要去人间吗？
我与阿九相处的这些时日，我知道他品性纯良，依着人心。他愿意为了我一个人来到草药寨，我也愿意为了他到人间生活。阿九，无论前方有何险峻，我都愿意与你携手同行。长老，小兰如此幸运，我阿九亦幸运其事，定不负所托，善待小兰，拼尽性命也会护她周全。我不敢困于这红尘囚笼，身后落雪绕过半生如洗无霓虹。前世看风为蝶飞过的每一峰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九神医今天怎么还没出诊？咋了？今天到底还能看病吗？都等了1个时辰了。小兰，来了。你可算醒了，感觉好点没有？还说自己是九神医呢，才淋了一点雨就病得这么厉害。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，实在可怕。没事儿，已经醒了。来，这是我特地给你泡的退烧药，你快赶紧喝了，压压惊。怎么样？这是什么药？无色无味，至清至透，我从来没有喝过。哎呀，你赶紧喝了就是了，我可是板蓝根精怪。那是我的洗澡水，自然就是退烧药了。你好好休息，今日我替你看诊。大夫，你说我这嗓子能治好吗？那肯定可以呀！哎，老白，把我那特制的风寒灵拿过来。这一碗下去啊，药到病除。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我跟你们说呀，今日是个女郎粥，这药啊还真是有奇效呢。女郎粥还是第一次听说呢。各位街坊邻居，九神医近来身体抱恙，特此请小兰神医代为坐诊。那小兰神医啊，貌美如花，人见人爱，和我们家九神医更是珠联璧合，而且女貌郎才。九神医啊，说多了。对，我们家小兰神医啊，不仅医术高超，妙手回春，那一碗风寒灵下去啊，保证药到病除。哎，所以啊，还得请各位街坊邻居多多做宣传。我老白在这谢谢各位了，谢谢。这百草堂啊，又出了一名神医。嗨，那不嘛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。你说9名只身一人上了北冥山，回来时却带了一位姑娘。是，此女子如今在百草堂坐诊，号称小兰神医，一碗风寒灵可治百病。当初灵芝逃跑时，属下曾去百草堂寻找9名大人，他当时正在与这小兰神医共浴。9名大人还特意叮嘱属下不要暴露身份。如今想来，的确是有些蹊跷。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是对那个
小兰神医颇感兴趣啊。被叫去百草堂。是。有人吗？酒神医在吗？哎呀，来了来了，谁呀？喊什么呀？哎，这老白又去哪儿了？是你啊？你母亲的病好点没有？酒神医最近身体抱恙，所以我呀替他来看诊。托酒神医的福，已经安然无恙。倒是你，看你年纪轻轻的样子，竟能替酒神医问诊，想必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？对啊，我肯定有我的过人之处啊！就算你的脑子有病，我也可以给你治好的。谁脑子有病？放肆！寒夜，不得无礼。是，殿下。小兰神医，是在下偶感风寒，身体欠佳，不知小兰神医可有良方啊？有，包你药到病除。等我一下。那，我的独家秘方风寒灵，1碗下去立刻见效。哎，先付钱再喝药。那这一碗多少银子？50两。50两？哎，你这门上分明写着5文1碗，怎么到了我们这儿50两？你要喝就喝，不喝送客。无妨。我来为你看诊吧。哦，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酒神医吧？哎呀，要问什么诊啊？他都愿意花50两喝我的风寒灵了。以后你的风寒灵只能我喝。这药药效不稳，怕误了大人的贵体，还是不喝为好。那就有劳酒神医为我医治了。如何？应是马兰熬制而成的汤药，又名板蓝根。寻常板蓝根熬制的汤药，药效并不会如此强，也不会像这般无色无味。此板蓝根定不是寻常之物。可是精怪所致，单凭一碗汤药尚难以断定，但草药精怪身上的气味很浓，若是能让我见上一面，老夫一闻便知。殿下，九明大人在门外求见，让他进来。是。九明啊，深夜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当初我进入上清寺之时，你我便约定，卸下黑袍，我仍可做回郎中阿九。如今我身体抱恙，百草堂事务繁多，我已无暇分身，还请叶千王兑现当日诺言，允我卸甲归依。这人嘛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现在正是精怪猖狂之时，这上清寺没了你，那还了得？再说了，
我听说这小兰神医医术精湛，不也为你分忧不少吗？哼，乡野小女，何来医术？我不过是看她可怜，收留几日罢了。哦，哎，你不来我还忘了呢。近日啊，有一狼毒精怪作乱，此人行事嚣张，法术高强。我让寒夜派人缉拿了多次都无果，此狼毒精怪将会在天灯街市纵火焚烧，趁乱抢劫。若是你这次能够擒拿住这精怪，我就允你卸甲归一。哇，早就听闻这天灯节热闹非凡，是北冥除夕以外的第2大节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虚时一刻放天灯，可不要迟到了。听说2个人要是一起放的天灯啊，就能永不分离呢。快走，快走！等戴郎中来了，我也要跟他去放天灯。小兰姐姐，宁儿，你也来这里卖天灯啊？对呀，小兰姐姐，你看看我的天灯，来。小兰姐姐，九神医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？他出诊了，一会儿就到。我先过来等他。你家这小子是，下次我还来。强死不光了，你瞧瞧我们这摊，按小说我们家这成色整条街最艳。一会儿啊，等他过来题词就好了。救命！Yes。这呆郎中怎么还不来？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啊？